如果跟着邦尼比较久的观众，应该还记得邦尼曾经以4万块可以买什么，开启 iPhone X 的深度评测吧。那也是邦尼的第一支影片评测。没想到在短短几个月后，我们就迎接了全新的 iPhone XS 以及 XS Max， 这也让 iPhone X 可谓是最短命的 iPhone 啊。在这边帮微信默哀3秒钟，1、2、3。重点是价格也从4万块变成了5万块，不过邦尼还是卖了2颗肾。不是，我是说一次入手了 iPhone XS 以及 XS Max， 为各位带来更深入的 iPhone XS 系列评测。也因为今年的旗舰也出了差不多了，邦尼会依照目前现有的机台进行更多实际对比，因为没有不同，就是一切不同。iPhone XS 在外观上基本上继承了 iPhone 中 S 系列的一切，也就是说 XS 跟 X 的外观基本一致。哦，对了，顺便提醒大家 ，iPhone XS 中的 S 不是小写，而是缩小的大写哦。这个答案可以从苹果的官网中复制下来得证。所以说回来 ，iPhone XS 除了保留X已经有的灰银2个版本，也推出了全新的金色版本。在整体色系搭配上，已经不再是过往土豪金的生硬配色，在不锈钢边框的色彩上保有玫瑰金有的霸气与内敛，而在背板上则是淡淡的金色掠过机身。可以看到 iPhone XS 在质感上还是相当好，而在大小上 ，iPhone XS 跟4.7寸的 iPhone 差不多，而 XS Max 则是比 Plus 系列小了一点。如果还是不太清楚大小的观众，可以上苹果的网站，拿着手上的 iPhone 对比实际大小哦。另外一个小问题则是 XS 的镜头位置稍微有往右下角移动，虽然 X 的保护壳还是装得上，但在孔位上就稍微比较不精准一点。机身配置部分，若是将 XS 跟 XS Max 齐头摆放，可以看到苹果将电源键都放在了同一个位置。在实际体验上，两者也确实都在更符合手持的操作范围内。而接着往下看，则是 SIM 卡卡槽，而左侧部分同理可证，在位置上还是一模一样的，配置有静音键以及2个独立的音量增大减小按键。而在边框上 ，iPhone XS 采用医疗级的不锈钢边框，除了有效降低手持过敏机会外，也因为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制造公差，在防水性能上来到了 IP68， 拥有水下2公尺30分钟的防水性能，更能进一步抵挡咖啡、茶水等等非自来水液体。而在机身顶部跟底部部分，眼尖的观众应该都发现了，除了 iPhone X 就存在的左右2侧天线外，在 iPhone XS 上则是加入了顶部跟底部的隐藏天线，应该能够带来更稳定的收讯。而在底部因为加入了隐藏天线，所以也迎来了不对称的麦克风以及喇叭设计。如果跟微信一样拥有强迫症的使用者，还是买个保护壳眼不见为净吧。整体来说，虽然外观一切没变，但在防水性能、通讯性能上都有所提升。这次 iPhone XS 一样搭载了100:1的 Super Retina 显示器，并且支援 HDR10、Dolby Vision 以及 True Tone。在动态对比上，比起 iPhone X 提升了60%，而且在像素密度上都来到了458 ppi， 也让苹果直接说 iPhone XS 这块萤幕是史上色彩最准确的手机萤幕。邦尼团队也秉持着实测精神，实际的对比目前时下几款采用 OLED 萤幕的手机，并且使用 YouTube 播放串流影片。首先帮你找来了萤幕显示效果前段班的 Note 9，以及搭载 Bravia OLED 的 XE3 进行萤幕对比。不过也特别补充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YouTube HDR 尚未支援 iPhone XS 的关系，在 YouTube APP 中并未显示 HDR 的显示选项。那我们就先来看对比画面吧。可以从画面上看到，不论在色彩饱和度、明暗对比或是细节呈现
，XE3 基本上都拥有更好的表现，而 Note 9的效果表现则是介于 XS 跟 XE3 之间。另外，在萤幕上很容易因为摄影机或是萤幕无法准确还原色偏的红色。从画面上看来，不论是 XS 或是 Note 9，虽然都是前段班的表现，但基本上还是多少存在着稍微偏橘的状况。只有 XE3 更精准还原了色彩，可见目前萤幕显示 Sony 还是有过人之处。对的，没错，我们拿到 XE3 了，不要忘记回来看完整评测。整体看来，在邦尼主观的好感度上 ，XE3 大于 Note 9，大于 iPhone XS。不过，毕竟 iPhone XS 还是以显示效果准确为诉求，或许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总是平淡的吧。不过，还是必须提醒大家，目前比较可能的想法是 ，YouTube HDR 尚未支援 iPhone XS， 在萤幕显示的能力还没有完全解放，所以连上一代的 iPhone X 都能够轻易的胜过 iPhone XS。不过，若是连 YouTube 都不支援，那 XS 的这块萤幕就形同花瓶，没什么用了，只能等待后续是否有更新喽。而在音响效果上，我们就直接来听实际对比吧。可以听得出来 ，iPhone XS 跟 XS Max 听起来还是比较一致的，但在音场上 ，XS 更利落 ，XS Max 重低音表现更为优异。对比起 iPhone X， 除了音量变大外，不论在中音或低音都有了更饱满的感受，而人声表现部分也更好。但若是跟其他机种相比 ，Note 9在重低音表现稍微更有力道 ，XE3 的解析则更强一点。其他包括 U12 Plus、S9。XE2 Premium 的实测可以点击资讯卡前往收听进一步比较。若是要给今年旗舰前5名，应该会是 Note 9等于 U12 Plus 大于 XE3 等于 XS 等于 XS Max。看完了影音娱乐，就来看看 iPhone XS 最大升级以及苹果炫技的 A12 Bionic。这次 A12 Bionic 共分为3个部分组成，分别是 CPU、GPU 以及神经运算网络。先从 CPU 说起 ，A12 Bionic 拥有6个核心，包含2个效能核心加上4个节能核心。在主要核心效能上，则比 A11 提升了 15%， 节能核心则节省了 50% 的电力消耗。GPU 部分拥有4个核心，并且搭载记忆体压缩功能。不论在大型游戏的画面需求或影片剪辑上 ，A12 Bionic 的 CPU 跟 GPU 基本上已经大幅领先了目前已经推出的 SoC。就等新一代的 Snapdragon 8系列或华为麒麟是否有更好的表现了。而最重要的是 A12 Bionic 的神经运算网络，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神经运算网络，在后面介绍的许多新功能上都是透过神经运算网络而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比起 A11、A12 的神经运算引擎速度提升了9倍，每秒可以进行5亿次的运算外，效能更只要以往的1/10。究竟神经运算网络有什么厉害的呢？讲完了基本资讯，邦尼就透过接下来的相机体验环节，让大家一次看懂。iPhone XS、XS Max 一样搭载了 f1.8 加 f2.4 的双镜头模组，并且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而感光元件也终于跟上了主流的 1.4mm 解决方案，透过更大的光圈、更大的感光元件以及 OIS， 在夜拍上会有更多先天上的优势。而苹果最新的 ISP 更结合了 A12 的神经运算引擎，在影像处理效率上有更大的提升。A12 Bionic 的神经运算应用之一，就是相比起 iPhone X 等先前机型，以往都要在拍照后才可以真正看到 HDR 的表现效果，但在 XS 上，透过神经网络辅助 ISP 运送，
包括 HDR、白平衡等等所有参数效果，现在都可以及时的显示在观景窗，这点绝对可以帮助大家更精准的掌握按下快门后的拍照效果。那我们就先不多说，先来看样张。今天选用的机台是 XS 系列，上一代的 iPhone X 以及目前综合评价更强势的 Note 9。第一组样张还是大家熟悉的蓝天、绿树、建筑物作为出发。其实，在日拍部分差异的确不大，但若是放大到建筑物左侧阳光照射的地方，可以看到 iPhone XS 系列比起 iPhone X 有更好的 HDR 表现，在对比、饱和以及明暗细节的控制还是相当优秀的。但跟 Note 9相比 ，HDR 还是稍微少了一点。若是拉大到右侧建筑物阴影，则可以更明显的看到 Note 9在 HDR 算法上还是相当强劲的。但如果是 XS 跟 XS Max 相比起来，普遍都可以得到 XS 在对比度上更高，而 XS Max 则是 HDR 效果会更明显，尤其针对天空蓝的修正会更饱和一些。接下来的样张基本上都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下面这组样张可以看到 ，XS 相较起 X 在 HDR 修正后的对比度跟色彩保留都有更好的表现，但若是跟 Note 9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如果放大来看 ，XS 的细节保留则是三者中最为优秀的。而这次主打的 Smart HDR 在接下来的低光源样张中会更为明显。这组样张是在接近傍晚所拍摄的。一样可以看到 XS Max 相较起 XS HDR 效果确实更为明显。即使如此，在整体曝光跟 HDR 效果 ，Note 9确实还是有更好的表现。放大到右下角的高光源，可以看到 XS 的 Smart HDR 确实比 iPhone X 的 HDR 有大幅度的进展，但如果跟 Note 9的 HDR 比起来，还是稍微逊色。接下来这组样张依旧可以看到 Note 9整体曝光更充足，拉大到高光源的部分 ，XS 的 Smart HDR 依旧有非常好的表现。而接下来这组极度复杂的光源下 ，XS 系列在曝光上都相对更保守一点，也顺势解决掉了 iPhone X 先前在复杂场景中曝光给的蛮不稳定的问题，所以还是可以看到 Smart HDR 有蛮大的发挥。但如果跟 Note 9比起来 ，Note 9不论在画面整体曝光、色彩对比或是放大来看 ，Note 9在建筑物细节保留跟噪点控制还是更为突出的。如果是在极低光源中 ，Note 9的大光圈优势基本上就已经赢一半了。拉大到右上角的高光部分，一样可以看到 Note 9的 HDR 有更好的表现。简单来说 ，XS 系列在日拍的对比、明暗细节都仰赖 Smart HDR 有更优异的表现，而在夜拍上有了更大的感光元件跟更大的光圈，加上 Smart HDR 的算法已经有大幅度的进展。但 Smart HDR 却让邦尼有一种只有 HDR 大幅变强，在其他能力上则是例行性跟上的感觉，亮点确实不足。但 XS 依旧能够应付大部分的使用场景，在各种环境中也相当稳定，成功率非常高。邦尼也必须提醒大家，虽然 XS 在极端测试中的相机未达极致，但依旧是目前相当顶尖的日夜拍机种，只能说期待明年苹果来角逐榜首啦。神经运算引擎另一项应用则是解决了上一代 iPhone 一定要拍照后才能看到效果的问题，现在可以及时将 HDR 效果、景深、光线效果呈现在观景窗中，并且透过神经网络及时的辨识你的脸孔，接着系统会自动描绘你的脸孔特征，经过深度测绘运算后，将主体跟背景分离。简单来说，就是能够更精准的侦测你的景深效果，并且及时的显示在荧幕上。在录影部分 ，iPhone XS 系列则是支援最高 4K 60 FPS， 而在30帧时则是支援延伸动态范围影片，效果则是比较接近 Sony 所说的 4K HDR， 能够更有效的让影像呈现更多的色彩跟明暗对比细节。而针对低光源 ，XS 则是会自动将帧数从30降到24 FPS， 进行画面亮度提升以及影像降噪。在收音上则支援立体声录音。我们直接来看实际拍摄对比。首先，我们先来看在 4K 30 FPS 之下的延伸动态范围录影。可以看到 XS 在左上角的展示橱柜高光区域有相当明显的 HDR 效果。不过，如果是跟主打 4K HDR 好几代的 Sony XE3 相比，可以看到 Sony 的 HDR 录影还是相当有优势的。接下来则是在极低光源，
可以看到 10S 的极低光源模式对比起 Note 9，除了整体的画面更亮外，在左上角的高光环境则有更好的 HDR 表现。自拍部分则是搭载 f2.2 700万画素自拍镜头，我们也提供实拍样张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在神经运算网络支援下的 HDR 效果上还是相当明显的。基本上 iPhone X 已经完全曝掉了，其他3支的 HDR 表现都相当优秀。至于美肌部分，就看个人喜好啦。不过 10S 系列自拍似乎有稍微美肌，相较起 iPhone X 不再那么的真实和锐利了。其实 A12 Bionic 在效能实测这个环节也没什么好说的，除了各家游戏厂商都会针对 iOS 进行效能优化外，至少到目前为止，帮你手上搭载上一代 A11 的 iPhone X 玩起主流游戏还是相当顺畅的。高效能的崩坏3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太大的卡顿感，所以在效能上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实际跑分的话 ，iPhone XS 在AnTuTu 中达到目前所有机种最高分的345806分。简易的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更完整的内容可以到 isbani.com 浏览完整测试数据。在效能上 ，A12 Bionic 可以说是为了下一个世代的手游做准备，包括在发表会示范的 AR 应用，或是有更多的细节。光影变化的大型手游才是 A12 Bionic 可以发挥的地方。而在续航上，不论是 10S 或是 10S Max， 基本上一天一充还是没什么问题。通讯上则因为 eSIM 的双卡双待问题还没有最终确定的版本，所以还是等稍后完整一点，帮你再进一步提供资讯给大家。生物辨识安全性上，第2代的 Face ID 不论在准确度跟速度上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透过藏在刘海内的 True Depth 模组，由右到左分别拥有测绘点投射器，能够在你的脸上投射超过3万个光点，进行人脸绘制。接着则是泛光照射器，让镜头能够在黑夜时也能同步捕捉你的脸部资讯。而最左边的则是红外线镜头模组，可以同步拍摄你的脸部资讯。简单来说 ，10S 上的 Face ID 除了在感应器上更优化外，也透过这次的 A12 Bionic 的神经运算引擎，能够更深度的学习你的面容改变，包括 iPhone X 就能够办到的戴帽子、戴墨镜解锁等等。只是在 10S 上会更加快速。进化的 Face ID 除了能够解锁你的手机外，也可以更进一步的保证你的隐私安全，包括使用 Apple Pay 支付、解锁 Safari 中记住的密码、登入 APP 等等。顶规5万多块的 iPhone XS Max 究竟贵不贵呢？10S 系列搭载目前最好没有之一的处理器，提供你色准顶尖的 Super Retina 显示器，提供你不是极致但最还原真实的相机，不论在拍照或是录影都可以应付大部分的使用场景，表现依旧是顶尖的智慧型手机，在跟今年旗舰对比的失误率也相当低，所以究竟贵不贵？苹果确实卯足了劲想做出最顶级的旗舰硬体，所以这句话应该要由你来回答。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没有需要这么好的一只手机？苹果早就给了你最真实的答案，所以如果不需要顶级的萤幕，不需要顶级的相机，那 10R 或是降价的 iPhone 先前几种或许就是这样的存在吧。所以话说回来 ，iPhone XS 系列究竟值不值得买？ 10S 跟 10S Max 究竟如何做选择呢？如果你目前手上拿的是 iPhone 7以前的版本，不论是换上 iPhone X 或是 10S， 在萤幕显示效果或是相机、处理器性能上都会有明显的升级感受。但如果你已经是 iPhone X 的玩家，其实升级 10S 或者相机拍照更厉害外，在其他方面虽然都有所提升，但能够让你感知的升级却是有限。简单来说，如果你一定要最好的相机，下个世代的处理器性能，那就一定要上到 10S。如果只要够用的相机、主流游戏都跑得动的性能，以及跟 10S 差异不大的萤幕，那其实已经降价到3万出头的 iPhone X 应该是你更好的选择。而即将推出的 10R 或是没有刘海的 iPhone 8，则会推荐给预算比较低的使用者。容量上没有悬念的话，就选择 256GB 吧。至于在 10S 跟 10S Max 的选择上，两者的体验除了微小的差异外，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接下来差异的就只有萤幕大小啦。
简单来说，如果你已经习惯4.7寸的 iPhone 手感的话，那就选 XS； 如果习惯5.5寸，那就上 iPhone XS Max 吧。那如果你已经是 iPhone X 的使用者，邦尼在没有预算的考量下，会衷心的建议你尝试 iPhone XS Max， 因为 Max 的萤幕冲击感确实相当直接。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XS 系列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的 XS 系列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哦。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这个鱼真的唔汤啊，风好大！哦 ，My God！ 那是我在台北居住超过18年最大的。好。